爽吗？好爽啊！真不愧是我，今天是背着我老公来，我们可以坐得久一点。背着你老公偷偷来，那你老公知道了不得气死了？可是你这个真的好爽啊！我要继续用力了。停，好痛！没事的，一会儿就舒服了啊。好了，美女。美女，这是我家祖传的大地丸，你老公吃了之后不仅会更持久，而且……哎，美女，你大地丸还要不要了？你有没有眼力见？没看到我正在工作吗？一代堂堂的书院夫子，如今竟沦落到在街边给人修脚，看来真的如同传言一样，你已经废了。你是谁？你要是来修脚，我欢迎；你若是来捣乱，当年逐鹿之战，你杀了我们北域十国的8大至尊，而我就是8大至尊的共同弟子。今天我就是来替我的师父们报仇的。你吓跑了我的客人，该付出代价的人是你。大言不惭！你以为你还是昔日的那个书院夫子吗？我如今已经突破到了至尊之境，想要取你一个废物的性命，岂不是易如反掌？都是我们老祖宗玩剩下的东西。今日我被你这把锉刀打得你叫爸爸。给我跪下，叫爸爸！书院夫子销声匿迹了3年，没想到实力已经到达了灯笼境，成为了武道之高。叶星辰，你再敢乱说一句，我把你卖到南非挖矿去！哎，王哥，您来了，王哥。叶星辰啊，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，这里不让摆摊。是，王哥，这个是这个月的管理费，您说好。家里有个漂亮女战神做老婆，还出来摆摊修脚，老老实实在家里吃软饭多好啊！哎呀，我要是你啊，就天天守在老婆旁边。要是你老婆啊跟别人跑了，看你从哪里再找回这么漂亮的老婆？掌管官让无数恶人入无监狱的大掌柜齐心兰，他是号称天下第一刀的镇北王彭烈。陈烨，夫子还在世的时候说我的天赋不如你，所以没有收我。当初夫子也是这么跟我说。华夏之国哪里来这么厉害的人物啊？王哥，我要是猜的没错，他们口中那个人是我。要是你啊，我老王这信啊套过来写。是，王哥。以前我们同在夫子手下，处处都要和我抢，现在中州好不容易出了沈玉瑶这个武道奇才，你还要和我抢？我今日我便要好好教训教训，谁赢谁就收沈玉瑶为徒。我操！我华国之尊竟然同时要收你老婆为徒啊！我老婆可是我打算亲自教的。忍啊！忍不了了，这两个小女娃，屁股痒了吧？夫子，您没死。继续打呀！不打了，夫子，您饶命！身为华国至尊，不以身作则，反而学小孩子出来约架，丢不丢人？想收徒，还把主意打到我老婆沈玉瑶头上。沈玉瑶是您老婆？帮我带个话。夫子出山，欲收沈玉瑶为徒。妈，外面都传我姐可是千年难得一遇的武学奇才，就连书院夫子都要收她为徒呢。我还听说啊，这3天之后姐的拜师宴上，就连齐星兰和红叶这2位华国至尊都要来观礼呢。
那培养了华国无数天才的书院夫子，那一出山便决定亲自收玉瑶姐为徒。玉瑶姐何止是武学奇才啊，那绝对是千年难得一遇的绝世天才啊！我这沈家要崛起了呀！我姐生得貌美如花，只有天赋崛起。哎，你们说夫子会不会对她有那方面的想法？这么一说，就更不能让叶星辰这个废物阻拦你姐崛起的步伐。对，我们沈家本为武道世家，落魄已有100年，没想到还有重新崛起的一天。沈妈，你姐的拜师宴准备的如何了？放心吧，妈，我都打听好了。当我得知姐被夫子收为徒的第一时间起啊，我就派人紧急从海外淘得了这尊太上老君像，保准夫子会满意的。我还没有看过这千年古铜。这不是我，阿姨，这是你。哎呀，妈，这可怎么办呀？明晚就是姐姐的拜师宴了，这拜师礼却没了。妈，发生了什么？你这个废物，打碎了玉瑶姐的拜师礼！你！阿姨，你没事吧？阿姨，你看这个废物干的好事儿！你，阿姨，妈，你怎么了？这个废物涉及了你给夫子准备的拜师礼。姐，一定是叶星辰这个废物，他知道夫子要收你为徒，怕你一脚把他给踹了，所以才故意打碎了夫子的拜师礼的。叶星辰，我早就该想到，当你得知夫子要收我为徒的时候，你非但没有为我高兴，还故意摔坏了我的拜师礼。明日就是拜师宴，你让我怎么跟夫子交代？怎么跟华国至尊交代？我看他就是故意的。你这样的行为根本就是小肚鸡肠，毫无格局。这老君像，我来的时候已经碎了，这花瓶分明是他们打碎的。你这个白眼狼，在我们沈家骗吃骗喝了3年，我们沈家赏了你多少口饭吃？你不知道感恩也就算了，还污蔑我！玉瑶啊，你拜师夫子，咱们整个沈家都跟着你沾光，你觉得我这个当妈的会从中作梗吗？就是，你不要相信这个废物胡说八道，明明就是他打碎的花瓶，他怕你怪罪，所以才怪罪咱妈的。院子里有监控，你可以亲自去看。够了！你觉得我妈、我妹妹、我妹夫会联合起来骗我吗？就是。叶星辰，你如果大方承认，我反而会高看你。可你现在为了推卸责任，把一切都嫁祸给我妈，你还有没有点做男人的担当？你就这么相信他们的一面之词吗？不然，难不成你让我们相信你一个在外面修脚，顺便还向别人大力推荐大力丸，说是什么天才地宝？我呸！我不是什么骗子公司，这大力丸确实也是天才地宝。不就是糖豆吗？我吃过的也不少。你知道夫子为什么收你为徒吗？哟，你不会说是因为你吧？人家2位华国至尊可都说了，人家玉瑶姐可是什么荒古圣体、武道奇才呢。就是因为这3年你当成糖豆吃的大力丸，这3年你姐吃了多少天才地宝，即便是头猪也成天才了。够了！这么荒诞的谎言你都可以编得出来？我是因为吃你那黑不溜秋的丸子才被夫子看上的吗？真是无稽之谈！我看呐，你就是被气昏了头，才说出如此荒唐的话。你难道没有想过，你是如何从一个天生废脉、不能修炼的废物，成为短短3年就名震一方的女战神？你才是废物！我姐仅用3年时间就成为了女战神，当然靠的是天赋，不然你以为夫子怎么会收我姐为徒弟？够了！我跟你已经没什么好说的，叶星辰，我们离婚。所以你早就准备好了，刚得到一飞冲天的机会，便迫不及待地抛弃3年来陪你从漠威走来的丈夫。沈玉瑶，你很好。这是1000万，算是我对你的一点补偿。省着点花，够你用一辈子。明晚你的拜师宴上，你会收到一张签了字的离婚协议书，还有，到时候你就会知道你怎么成为夫子的徒弟。还有你们，在你们眼中高高在上的2位华国至尊，到时候在我面前，也只会以弟子礼
相直。我呸！说大话谁不会啊？两位华国至尊给你执弟子礼，哎，你以为你谁啊你？你书院夫子？行了，这是他维护自尊的一点手段吧。我这就去找夫子。夫子，我不明白，您为什么不告诉您的妻子，您就是书院的夫子，是培养天下武术强者的至圣先师，是华国当之无愧的第一人呢？你不明白，我要的是不掺杂任何杂质的感情。本以为他和其他女人不一样，到头来还是我自作多情。进。夫子，沈月瑶小姐来了，说是来向夫子您请罪的。让她进来吧，你们先退下。夫子请恕罪，玉瑶原本给你准备了拜师礼，可是现在他被一个无耻小人故意弄坏了。无耻小人弄坏了？其实是我老公，不过夫子你放心，因为此事我已经准备与他离婚。就因为这么点小事就要离婚？夫子，我们是不是在哪见过？或许吧。拜师礼我会重新准备一份的。算了，你的礼物还入不了我的眼。说起礼物，为师也给你准备了一份大礼，希望到时候你会喜欢。真的吗，师傅？师傅对徒儿这样好，不但不责怪徒儿，还为徒儿准备了礼物。行了，没什么事儿就退下吧。夫子，我和那家伙还从未行使过夫妻那方面的事。哎，听说了吗？影龙集团从未出现过的大老板要回来了。搞不懂沈梦这个一点能力都没有的你是怎么当上大老板助理的？大老板3年不出现，他可整整吃了3年的空饷。这还用说？靠关系呗。听说他是上面大老板亲自指点的人。你们就这么闲吗？把文件放下，赶紧出去！你这甩手掌柜，一当就3年，现在好了，终于离婚了，想起你的千亿产业了。走吧。对了，你那小姨子怎么办？话说她现在还是你的贴身秘书，要不我现在就让她卷出来滚蛋。顺其自然吧。不知道影龙集团的总裁会喜欢什么口味呢？不好意思，总裁，我不是故意的。怎么是你呀？怎么不能是我？你来这里做什么？我不可能对你心软，我姐姐已经对你没有感情，你们离婚势在必行。帮我把衣服挂好，再给我倒杯水。你居然敢这样对我！别以为你是我前姐夫就能怎么样。我告诉你，在我心里，你什么都不是。我要你现在立刻给我滚出去！这里是我未来的工作场地，你要赶我走？好，原来是来找工作。我告诉你，我在影龙集团的地位是你可不能想象的。虽然我只是总裁的秘书，但我的能力足以让你混不下去。哦，你想找工作可以，不知道小姨子想给我安排什么工作？像你这种没有能力的废物，也只能从最底层的清洁工做起，专门刷马桶的那种，一个月3000块，怎么样？对你不错吧？让我做清洁工？沈梦，你的格局就这么一点吗？你想干嘛？我自认为对你们一家仁至义尽，把你提拔成总裁助理，把你那男朋友安排在集团内部核心商务。可你是怎么对我的？让我去做清洁工？喜欢刷马桶是吗？好，那就让你刷个够。你少往你自己脸上贴金。我和兵哥的工作可是影龙集团的总裁亲自指定的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？
你也敢在这里指手画脚？默默，怎么了？宁哥，叶星辰求我来给他找工作，是我不答应，结果他就要竟然非礼我。叶星辰，废物竟然敢对我家默默这样！现在怀疑你不仅非礼我家默，还窃取尹龙集团机密，给我抓起来！误导华国最私隐的吴金玉。是。你还想挽回吴姐？做梦去吧！余生你就在监狱里。魏迟，我给你3分钟时间。马上带着你的人滚过来，否则后果自负。叶星辰，你到底认不认罪？我何罪之有？倒是你们不分青红皂白把我抓进来，不讲证据不走程序就要定我的罪。你们吴监狱这么办事，你们大当家齐星兰知道吗？这里只是幽都监狱的一个小小分部，齐星兰大人可管不到这里。但是你是尹龙集团亲自送过来的人，就看这一点，就足以让你有来无回。相信要不了多久，尹龙集团的人就会亲自来接我出去。死到临头，你还敢嘴硬？来人，给我上香！敢私自给我动刑，你们大当家齐星兰要是知道了，恐怕会扒了你的皮。你竟然还敢威胁我！我告诉你，在无监狱里，是龙你得给我盘着，是虎你得给我趴着。就算你是战神级的强者，也要给老子乖乖的低着头。大人，好了，大人，什么事情慌慌张张的？外面来了个理事团，足足好几百号人呢。他们自称是尹龙集团的法务部。小子，这回你死定了！尹龙集团这回是想把你往死里整啊！但是外面来了好多无间狱总部的大人物，好像人家野人了。快随我去迎接诸位大人！小子，你给我等着，回来再收拾你！不用了，你来了，你好大的胆子！大当家的，这点小事怎么还劳烦您亲自跑一趟？是你活得不耐烦了，还是我活得不耐烦了？连这位你都敢动？大当家的，我不明白您什么意思？您说的这位到底是谁呀？参见夫子，齐星兰御下不严，请夫子责罚。大当家的，您是不是搞错了？这个小子可是尹龙集团点名要抓的人呢。这夫子假，你找死他！他就是尹龙集团的创始人，当然，这一点和他的另一个身份相比，根本就不值一提。他是书院夫子，是培养了华国无数强者的至圣先师，连我和红叶之间见到他也要恭恭敬敬的叫一声老师。现在当着你们大当家齐星兰的面，你还要治我的罪吗？请至圣先师大人恕罪啊！是小人有眼无珠，请大人恕罪啊！滚去刑堂领罚吧！是。沈月瑶的拜师宴还有1个小时就开始了，我真的不明白，您这个老婆到底有什么好？她这么对您，您还要亲自收她为徒？是时候给这段感情画上一个句点了。沈玉瑶，希望我给你准备的这份大礼，你会喜欢。沈玉瑶，师傅心软，但是我这个当师姐的肯定不会心软。安排下去，今晚沈玉瑶的拜师宴，我要让她沦为最大的笑话。传说夫子在书院支教的时候从未收过弟子，如今却要收沈小姐为亲传弟子，可见沈小姐天赋之高，深得夫子看重。如今华国至尊或多或少受夫子指点，沈小姐天资聪慧，未来华国至尊之位啊，必定有沈小姐一席之地啊！多谢二位美言，玉瑶日后自当更加努力。我们沈家武道落魄100年，现在终于等来了崛起的契机，真是天佑我沈家呀！哎，沈阿姨，您这话就说的不对。什么叫做天佑沈家？那明明是玉瑶姐天赋绝伦，美貌无双。那就算夫子对玉瑶姐有意，还是情理之中的事儿啊。你这话什么意思？妈，阿斌说的对，夫子未必没有那方面的意思。我看呐，如果姐姐与夫子结下良缘，这将来呀，一定是华国的一顿佳话呀。可是那天我去见他的时候，他对我特别冷淡，还不是因为叶星辰那个废物一直迟迟不肯跟姐离婚。夫子是因为有所顾忌，所以才会刻意疏远你。要我看呢，
就应该等拜师宴结束之后，立刻去民政局与叶星辰把这个婚给离了。没错，与叶星辰离婚一事必须要马上解决。你与夫子结缘之就在眼前。各位稍等片刻，等夫子一来，拜师宴即刻举行。沈玉瑶，就你还想拜夫子为师，简直痴心妄想！万宁师姐，你怎么一个人来了？你也配叫我师姐？你也不照照镜子自己看看，什么货色！今日的拜师宴取消，谁敢跟这个女人在一起，就是与我万宁为敌。这位仙师大人真的不打算收沈玉瑶为徒了吗？你不能这么做，我要见夫子。夫子的电话就在这里，你有本事就自己叫他来。我拜师是夫子所愿，你有什么资格？夫子隐居这3年，有关他的一切事务都是我万宁打理的，你说我有没有资格？又愣在这儿干嘛？还不赶紧滚！赶紧走吧，她可是华夏国第一女战神万宁，死在她手上的人数以万千啊！你们不能就这么走了！我们要走，别走了，这怎么办呢？万宁大人，以后你和我姐就是同门，何必这么针锋相对呢？给我姐个面子得了。你也配和我谈面子？我的荣耀是在战场一刀一枪拼出来的，他沈玉瑶算是个什么东西？也配和我相提并论？他不过是得到了夫子的垂青，才有了今日的地位。万宁，你别欺人太甚！我不管你有什么目的，今天你让我们沈家颜面扫地，这件事情你必须给我解释清楚。沈玉瑶，夫子能看上、愿意培养是你的福分，你却不知好歹伤了夫子的心。话我只能说，日后你好自为之。姐，万宁战神说这话是什么意思？这还不明显吗？那显然是夫子在责怪玉瑶姐没有和叶星辰那个废物离婚，不高兴了。万宁大人啊，这是在敲打玉瑶姐。这个爱牵刀的人没来就让我们沈家惹了一身骚。玉瑶，今天你就算把他绑了，拿刀逼着这个废物，也要让他把离婚协议给签了。夫子恕罪，万宁自作主张取消了沈玉瑶的拜师典礼，万宁自愿领拔。行了，之后的事顺其自然吧。哎，那不是叶星辰那个废物，他现在不是应该在牢里吃牢饭吗？怎么和万宁战神搞在一起了？好你个叶星辰，在我女儿面前装腔作势，现在转头竟然不声不响的攀上了万宁大人。妈，这事不能就这么算，现在就去找叶星辰这个废物算账去。今天必须让夫子给你做主，走走。叶星辰，给我站住！叶星辰，你这个不忠不义、忘恩失信的混蛋！3年前你重伤昏迷，是玉瑶的爷爷把你从外面捡回来，还把玉瑶许配给你。可你呢，是怎么报答我们沈家的？对得起我们，对得起玉瑶吗？爷爷救了我，我很感恩。不过我想，这么多年我为沈家做的也已经足够多了，在这方面，我自问问心无愧。叶星辰，你这个没用的东西，一天就知道摆一个破球脚摊子，连个正式工作都没有，你尽过一点当丈夫的责任吗？想不到我在你心中一直以来是这样的人。玉瑶姐说的有错吗？你呀，就是烂泥扶不上墙，还死皮赖脸的缠着我们玉瑶姐干什么？要不是你死皮赖脸缠着我们玉瑶姐，今天夫子也不会取消今天晚上的拜师宴。沈家对我有恩，他们说说，我忍就忍了。你一个蝼蚁般的东西也敢骂我？玉瑶姐，他打我，你可得为我做主啊你！叶星辰，你够了！徐冰说的话也许有些伤人，但全部都是事实。你也不看看你自己，我已经用我自己的努力让夫子收我为徒，你还在原地踏步，一点追求都没有。我没有追求，曾经我的追求是照顾爷爷，而你呢，为了所谓的权力和野心，连婚姻都可以当成交易的筹码，真是冥顽不灵。或许当初我就不该答应爷爷和你结婚。你知道夫子为何收你为徒？我当然知道，是因为我的天赋，是因为我是光武圣体，是因为我是练武奇才。沈家已经落魄太多年，我承认，成为夫子的徒弟是我成为强者的必经之路。所以和你离婚
不觉得我做错了什么？叶星辰，你一个只会洗衣做饭的家庭主妇，将来也只会成为我姐的累赘。我要是你，就主动和我姐提出离婚，还从中做什么？知道个屁！你以为你姐能让夫子收她为徒，凭借的真的是她什么狗屁天赋？你姐的武道天赋是被人硬生生堆出来的。说到底，她才是那个废物。行了，他只会听到他想听到的。我累了，走吧。你给我站住，叶星辰！你真的以为万宁会喜欢你吗？要才华没才华，要地位没地位，要身份没身份。你以为自己光芒万丈，魅力四射吗？她一个高高在上的女战神，怎么会喜欢你？你难道连一点自知之明都没有吗？万宁大人只是把你当成一个玩物而已，等玩腻了，就会把你像扔垃圾一样扔进垃圾桶里。想不到这就是你对我的看法，很快你就会知道，那个没有自知之明的人到底是谁。如果你和一个普通女孩子结婚，安度余生，我反而会高看你一眼。可是你现在攀龙附凤，竟然当了别人的男宠，我倒觉得和你离婚是一个正确的选择。你果然还是一个只想靠女人吃软饭的废物。姐，不用管，说不定人家心里还沾沾自喜呢。沈玉瑶，你知道你这辈子做的最错误的决定是什么？当然知道，没有早点和这个废物离婚。可惜，叶先生是这个世上最优秀的太医，而你却亲手将他推开。万宁大人，你的武功虽然很高，但我不得不说，你看男人的眼光着实不行。叶星辰在我们沈家白吃白喝了3年，他是怎么样的人，我还不清楚吗？万宁大人，您就算是选男宠，也不能这么饥不择食呀。在我看来，这叶星辰就算是被扔到大街上，也是不会有一个女人看上的。3年夫妻生活，朝夕相处，叶星辰就是一个一事无成的废物。我也可以给你一个小忠告，他就像一个牛皮糖一样，一旦缠上你，就会如同我一般追悔莫及。那我也给你一个意见，若是得不到叶先生的原谅，夫子是不可能收你为徒的。你说什么？万宁大人，不能因为他是你的男宠就如此偏袒他。你这样擅自取消我的拜师宴，不怕夫子怪罪你吗？那你可以去找夫子告状，夫子就住在楼上的总统套房，他可是还份大礼送的。你不会骗我吧？你觉得我有必要骗你？放心，夫子肯定会帮你。还有，一会儿见到夫子，你一定要跟他解释清楚。你要跟他说，不是你不跟叶星辰离婚，是他不肯。妈，我知道了。没有夫子允许，擅宠者杀无赦。我是沈家沈玉瑶，夫子的准徒弟，麻烦二位帮我通传一声。没有夫子的命令，虽然也不行。夫子，我是沈玉瑶，麻烦您开门让我进去吧。沈玉瑶，她怎么来了？也罢，3年了，是时候结束这场闹剧了。进来吧。这个背影怎么那么像叶星辰？坐吧。这么晚了，找我有什么事？只要夫子肯收我为徒，我什么都愿意做，哪怕像个婢女一样端茶送水也可以。你的天赋很好，外面想要收你为徒的大有人在，为何你一定要拜我为师呢？因为他们都说你是华国最强的人，我沈玉瑶要拜就拜最强者为师，请夫子一定要收下我。沈玉瑶，可你又怎么知道，站在你面前的这个华国最强者，同样也是你眼中那个懦弱一无是处的丈夫呢？成为强者，在你眼中就这么重要吗？如果要平平淡淡的活着，那我宁愿去死，不惜牺牲阻拦我面前的一切，包括我的婚姻。原来我所追求的平凡的生活，在他眼里是那般的不堪。好，我成全你，从今往后，你就是我的亲传弟子。多谢夫子。师姐先前有说过您要送我一份大礼，是什么？哼。你就没什么想说的吗？多谢夫子，真没想到夫子连这件事情都帮我处理了。夫子一出面，叶星辰哪怕再不愿意，也要老老实实签下这份离婚协议。
没了叶星辰那个累赘，我可以心无旁骛地跟着夫子，早日到达至尊境。他对你来说，仅仅只是一个累赘而已。累赘倒谈不上，但他已经跟不上我的脚步了。我注定成为强者，而他只是一个普通人，他帮不了我什么。我和他的未来只有形同陌路。3年的朝夕相处，你和他就没有一点感情吗？或许有吧，但失望颇多。对他所有的感情，在3年里，他的混吃等死中慢慢消失殆尽了。如果父子你不愿意，我可以永远不见他。你们之间的事情和我毫无关系。也对，像夫子这样高高在上，如神明一般的存在，又怎么会吃一个小人物的醋呢？放肆！我与你只是师徒关系，你最好摆正自己的位置。是，夫子。夫子见我，为何一直戴着面具？我能看看你长什么样吗？夫子不说话，我就当是您答应了。你僭越了。玉瑶知错了，请夫子责罚。带着你的离婚协议，滚！是。进。老板，这过2天就是老爷子的寿宴了。您上次吩咐了，从影龙集团拿出100亿的订单作为沈老爷子的贺礼。可是你现在和沈小姐已经离婚了，这100亿订单还作不作数啊？当年驿站我重伤昏迷，是沈老爷子救了我，这100亿订单就当做是我最后一次报恩了。阿斌，你说影龙集团真的给我们沈家100亿订单？沈阿姨，那当然是真的了，并且这100亿订单作为沈老爷子贺礼送出，作为沈老爷子寿礼呢。可是爷爷现在旧疾复发，已经躺进 ICU 了，这寿宴还办吗？不管如何，先把影龙集团的100亿订单拿来再说。沈阿姨，我这为了100亿订单可是忙前又忙后，我这腿都快跑断了我。什么？你真的给咱们沈家找了一个好女婿呀？都说穷文富武，这玉瑶刚刚踏入武道一途，正是用钱的时候。妈在这里替玉瑶感谢你了。哎，什么？这使不得！这我又不是叶星辰那个白眼狼，作为沈家的准女婿，我这么做是应该的嘛。阿斌，不管怎么说，我也要谢谢你。等拿到100亿订单之后，就和沈梦把这个婚给结了吧。哎呦，谢谢沈阿姨啊！3年了，终于把沈梦给拿下了。可惜当年都怪那个叶星辰废物横插一脚，不然沈玉瑶这个大美人那肯定是我的了。发什么呆呢？啊，没什么，我在想叶星辰那个废物，有了玉瑶姐这个大美人做老婆，还不知道上进，就知道一天到晚混吃等死啊！他这别提那个扫把星，晦气。就是你口中的废物，给了你沈家100亿订单。就是你口中那个扫把星，给了你沈家100亿订单。我阿斌哥呀，是影龙集团的商务部，这笔订单明明是阿斌哥完完全全争取来的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我呀就没见过这么不要脸，净往自己身上贴金。怎么说你扫把星委屈你了？你前脚跟玉瑶离了婚，后脚我准女婿就给我们沈家争取100亿。你说你不是扫把星，那是谁呀？哎呀，叶星辰，你这个窝囊废怎么什么功劳都往自己身上揽？哎，你就这么喜欢不劳而获吗？难怪玉瑶姐喜欢你。她当了我3年丈母娘，说说我也就算了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，也配对我不敬？玉瑶姐，他打我他！叶星辰，你凭什么打他？阿斌刚刚为我们沈家带来了100亿订单，他可是我们沈家的大功臣。看看你自己，我和你结婚3年了，你为我们沈家做过什么贡献？洗衣做饭罢了，你还能再窝囊一点吗？如果不是因为你对我们家一点贡献都没有，我也不至于跟你离婚。我没有为沈家做贡献，你以为你的荒古正体是怎么来的？你以为沈家这100亿订单是怎么来的？不会又想说我姐是吃了你那破大力丸，所以才成为了武学奇才？笑死个人了！你那几个糖豆值多少钱？来，我给你。这3年，你姐吃了我不下于1000颗，在黑市一颗价值2个亿，一共2000亿。2000亿？你抢钱的吧你？叶星辰，
你不要再胡闹了。你想要钱可以直说，如果合理的话，我都可以给你。就当是这么多年你给我们家一点辛苦费。沈玉瑶，你永远不会相信我说的，你只会相信自己想相信的。傻眼！我看这个家伙是被玉瑶姐给逼着离了婚，脑子都坏掉了。要钱门儿都没有，废什么话？门儿就在那里，你是自己走呢，还是我们把你赶出去？叶星辰，我劝你还是识趣一点，你不要再来纠缠我姐，我姐她已经跟你放弃了。你现在已经傍上了万宁大人，成为了他的男主，还来纠缠我姐干什么？我不是来和你们废话的，今天我是来看爷爷的。老爷子是你想见就见的，谁知道你身上有没有带病菌？爷子做梦！叶星辰，你我夫妻一场，我不想闹太僵，难在那，你自己走吧，不要逼我们沈家动手。老爷子的寿宴，我会写100亿订单来贺，希望你们到时候也能有足够的底气，将我拒之门外。姐，我看这个叶星辰他根本就是不安好心，说不定他是想在爷爷的寿宴上面捣乱呢。我觉得不一定吧，毕竟爷爷3年前救了他。玉瑶姐，你是不了解这种人呐，他被你逼着离了婚，那肯定是怀恨在心的。这就是，他前几天不就撺掇着万宁大人来你的拜师宴上捣乱的吗？姐，你放心，这件事情就交给我了。和影龙集团安保部的人熟得很，找人教训他一顿，哎，他就老实。好，阿斌，这件事就交给你办了。阿斌，叶星辰不过是一个普通人，你也别太过分。哎，姐，你就放心吧，我顶多就关他几天。沈老爷子寿宴一过，就把他给放出来了。那就好，你办事我放心。叶星辰这个家伙3番5次扫我面子，这一次一定让他吃不了兜着走。叶星辰，继续给我跑啊你！看来许明这几天毛子马没掏够，需不需要云龙集团的人出手？这种小角色你出手，未免太掉价了。不用，这个家伙我在沈家3年就已经给了他去了，今天正好出气。叶星辰，我知道你在里边，赶紧给我出来啊！别装死！你再不出来，我可真砸车了啊！看这车应该也不是你砸坏了，应该也不是。我数3个数，再不出来我可真惨。3、2、1。想起叶星辰过玩阴的时候，今天万宁大人在，倒要看拔什么岗。这个小瘪三还挺能打，愣着干什么？不打！这2个人可是我花大价钱请来的。怎么可能？你干什么？你别乱来啊！我告诉你，我可是影龙集团的人，对我让你吃不了，你兜着走你！悄悄告诉你，我也是影龙集团。什么意思？是影龙集团安保部的人？难道是沈梦喊来的？哼！我的人来了！我的人来了，如同你再向上一步，给我试试！你确定他们是你的人？不是我的人，难道是你的不成？影龙集团所有人听令，给我把他骨头拆了，然后丢出去喂狗！你确定打残的是我，而不是你？哦哟，死到临头了还这么嚣张！叶星辰，我知道你很能打，不过你自信到能单挑整个影龙集团吗？脑残！影龙集团所有人听令，给我记住这张脸，待会儿只要我一声令下，死无葬身之地。叶星辰，这就是3番5次得罪我，现在知道错在哪儿了吗？请说。哼，你就不应该得罪我，我可是影龙集团，这些只是我在影龙集团一小部分。我影龙集团一人一口唾都能把你给淹死，现在知道确实，这么多人怕了。现在知道怕了，晚了。我告诉你，这些随便一个兄弟拖出来，那都是1等1的高手，不像你那3脚猫功夫，捏死你就像捏死一只蚂蚁。既然这样，
那你也别说这么多了，咱们来比划比划。好，这个是你自己找死！所有人听令，都把他骨头给我拆了！你们是听不懂人话是怎么了？叫你们动手！那我再说一遍吧，你们耳朵是聋了吗？你们啊！见过老板，见过老板。许斌，你好大的胆子啊！你二老板，你怎么在这里？叶星辰，你知道我老板在这里，所以给我下套是不是？自作自受。许斌，从今天起，你被影龙集团开除了，并且集团会彻查你的财务。别老板，你不能这么对我呀！我是大老板特招进来的，你这么做，大老板他同意吗？他刷了1个星期的马桶还不长记性吗？你自己招惹的，你不知道吗？这谁了我？开除你，就是大老板的意思。我们走吧。你无耻的家伙，我一定不会放过你！这沈家可真是如日中天啊！你知道吗？今日沈老爷子寿宴，影龙集团将送100亿订单给他当做贺礼。早就听说了，沈老爷子的寿宴，影龙集团都要送出贺礼啊！是啊，久仰，这沈家果然个个是人中龙凤啊！我敢保证，沈家10年之内必将问鼎中州第1家族的宝座。过奖，这些都要感谢我的准女婿许斌，是他为我们沈家争取了100亿订单。年前有为，赠北王红叶至尊到。什么？那是华国至尊齐星兰。赠北王到。什么？华国至尊镇北王红叶也来了？这沈家到底有什么关系？你们还不知道吧？国姐可是华国的至圣先夫关门弟子，这2位华国至尊啊，一定是看在我姐的面子上才来。见过2位至尊大人，见过沈小姐。我2位也曾想收沈小姐为徒，可谁曾想被夫子劫了。谢谢2位了，2位这边请。这个混账怎么来了？我想应该是跟着那2位大人一起。叶星辰，你这个废物赘婿，这个地方是你能来的吗？这是老爷子的寿宴，我为什么不能来？今天是我们沈家的寿宴，在座了那可都是身价上千万的大老板，连华国至尊都来了2位，你一个穷鬼是来丢我们沈家的人吗？叶星辰，我警告你，今天可是我们沈家与影龙集团签约100亿订单的大日子，你要是不出声，你就会后悔的。听说这人是沈家的废物赘婿，他不是已经跟沈家给休了吗？怎么会这样？这还用说吗？沈家拿到了影龙集团的100亿订单，怕谁不掩护？这小子估计肠子都悔青了。老爷子对我恩重如山，今日来我是报恩的，别逼我和你们撕破脸皮。一个废物而已，撕破脸了不还是废物？你以为我不会怕你？看在老爷子的份上，我饶你一次，再有下次，别逼我无情。来人，把他给我拖出去！谁敢把叶先生赶出去？万宁战神，虽然你是我姐的事情，但是今天是我们沈家的家务事，你管不着。沈小姐，麻烦你开口之前，先学会如何与强者说话，特别是像我这样的强者。万宁大人，我也麻烦你一下，尊重我的家人。那麻烦你的家人先学会如何尊重叶先生。叶星辰，你就非要躲在这个女人的后面吗？你非要吃软饭，就不能有你自己的事业吗？我能废！想不到我在你心里是这样一个人。结婚3年了，你知道外面的人都怎么说我的？我嫁了个废物！废物？你和我姐比起来，当然是。我姐现在可是高高在上的夫子金主，而你只是一个会躲在女人背后，永远都不可能站出来的孬种。沈玉瑶，你真的了解我吗？如果我说你，包括你们沈家，都是我给的，你会相信吗？不，你不会信的，你只会相信你想相信的。我真的不知道你这个底气哪里来。你要看我的底气是吗？只要夫子肯收我为徒，我什么都愿意做，哪怕像个婢女一样端茶送水也可以。这里人多眼杂，给一阵玉瓶，许多白纸，我在寻找你的下落。怎么，你不是要给我看你的底气吗？底气呢？你离了我，连活都活不下去吧？这点就不需要你操心了，我自己会想办法。当然不用我操心，毕竟你还可以仗着你这个小白脸吃别人几年软饭。万宁战神，虽然我承认你的武功确实高强，但是连我姐都看不上的你却把他当成
想死吗你？两位不要为了叶星辰这个废物伤了和气嘛。我想万宁战神应该也是被叶星辰这个废物骗了。这样，时间都快到了，那宴席也快开始了，那咱们落座吧，落座。哎，忘了有件事跟你说啊，这里的座位呢是根据贺礼价值，万宁战神可以坐在前面，你呢顶多是算是万宁战神的随从，他可以在前面，但是你呢？阿斌，我们沈家也不是那么小气，天天看在万宁战神的面上，要不你喜欢多站着？哎，这都是客人，怎么能让客人站着呢？那个这样啊，你帮个我没有再叫两声，我呢可以让人给你在外面办个小马扎坐，怎么样？看来之前给你的教训还不够。沙爷，他打我，你肯为我做主啊你！叶星辰，阿斌这么说你，委屈你了。你这个废物，之前在我们家剩菜剩饭，不是也照样吃吗？跟狗有什么区别？以前看在玉瑶的面子上，我叫你一声妈，再有下次，休怪我不客气。叶星辰，你还要对我妈动手不成？你也不想想为什么所有人都笑话你？因为你根本和我们就不是一个世界的人。你靠着万年混进这个圈子又能怎么样？只能徒增笑耳。你看看身边的人，他们看你就像一个小丑。小丑？是不是我在你眼里也是小丑？这是1000万，你做点小生意，娶一个普通的女孩子，好好过日子吧。就算是我对你的一点补偿，这点钱我还看不上。叶星辰，你能不能认清现实？自身没实力，靠着吃软饭迟早会被抛弃的。况且万宁是什么人？杀伐果断女战神，你以为她是什么好惹的吗？一旦她识破你的花言巧语，你知道会是什么下场吗？我什么下场不用操心，等我给老爷子送完寿礼我就走。我们沈家不稀罕你的礼物，这钱你爱要不要？宴会开始了，诸位请入座吧。谁送出的贺礼价值越高，座位就越靠前是吗？对呀，你这个穷鬼，最好是跪到前脚里。哎，你这个废物到底想干什么？赶紧给我滚下来！又想捣乱是吧？我送出100亿贺礼，请问我该做哪一？你是笑死我呀！你装逼也就算了，你装这么大的，谁信你啊你？我信！赶紧给我滚下来！还信丢人丢的不够大吗？叶星辰，你太让我失望了。你要是出手100个亿，那你的身价岂不是上万亿？如果是真的，你还会在我们沈家洗衣做饭吗？这年轻人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。我总算明白了沈小姐为什么对这个人离婚。哎，这引龙集团的人怎么还没到？不是说要送出100亿订单作为寿礼吗？是啊，难道堂堂的引龙集团要出尔反尔？这倒要问问沈少了。你不是说引龙集团的100亿订单是你一手促成的吗？是啊，你不是引龙集团商务部的吗？你现在就打电话问问。沈阿姨，你怕是还不知道吧？这个家伙已经被引龙集团开除了。开除了？阿斌，这是真的吗？阿姨，您别听他胡说，引龙集团业务繁忙，兴许是被什么事耽误了说的。那你就赶紧打电话呀！打电话。妈的，引龙集团的订单怎么还不到？难道集团内部的消息是假的？我看啊，他这个电话怕是打1万年也打不通了。你们不是要看我的贺礼吗？那就让你们看看，马上你就会知道引龙集团的100亿订单是谁送的。引龙集团100亿订单到。魏老板，妈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位就是魏迟魏老板，引龙集团2股东。见过魏老板，魏老板这边请。我们沈家特意给你留了第1排的位置。不必了，我和你们沈家不熟，我只是放老板的命令来给沈老爷子送100亿订单的。那订单就是引龙集团神秘大老板给爷爷的。爷爷什么时候认识这样的大佬？我怎么都不知道。夫子，刚刚收到消息，沈老爷已经昏迷好几天了，现在正在 ICU 躺着。沈家举办这场寿宴，纯粹是为了拿到100亿订单而已。沈家这帮人当真是在玩火。我听到消息，你说引龙集团给沈家的100亿订单是你促成的，你算什么东西？有什么资格左右大老板的意思？你什么你？你已经被引龙集团开除了。若是日后我再听到你敢借引龙集团的名义在外招摇撞骗，信不信我打断你的腿？阿斌，你真的被集团开除了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都是那个废物害的，他故意设计陷害我。还真是荒唐，连寿星都不在的寿宴，还叫什么寿宴？为了100亿订单，简直连脸都不要了。沈玉瑶，爷爷对你那么好，如今爷爷病危，你还有脸在这和他们谈笑风生？你是怎么做到的？我宣布100亿订单就此取消。你算个什么东西？引龙集团的100亿订单，你说取消就取消了？魏老板，我们的订单什么时候可以签啊？不好意思，这订单是给沈老爷子作为寿礼，
既然沈老爷子不在，这订单我应龙集团自然是要收回了，不然我跟大老板也没法交代。我们走。想不到堂堂沈家竟然是这样的人，赶紧上吧！没有100亿订单，沈家屁都不是。还以为沈氏帮着龙运集团这条大腿，没想到最后还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啊！走，别走啊！别走啊！沈玉瑶，你如此品行，你何德何能让夫子收你为徒？你这个废物，都是因为你，沈家的100亿订单才会被取消。沈老爷子在哪个医院？带我去看看。叶星辰，你给我站住！这个白眼狼，这3年在我们沈家白吃白喝，不仅没有一点感恩的心，还坏我们沈家的前程。他养一条狗都知道的给我摇摇尾巴，你连狗都不如。少爷，他怎么可以跟狗比呢？要不是他设计陷害我，怎么会被引龙集团开除？他跟狗比都不配。你没事吧，阿斌？他当了我3年丈母娘，骂骂我也就忍了。你算个什么东西，也敢对我指指点点？叶星辰，你难道一点愧疚都没有吗？愧疚？我为什么愧疚？叶星辰，我承认，我们沈家为了拿到100亿订单，隐瞒爷爷的病情是我们不对。但是你知道，为了这一次寿宴，为了拿到100亿订单，我们沈家付出多少吗？现在全部都是因为你，让一切都白费了。这么说，你们借老爷子寿宴骗引龙集团订单，到头来还是我的错吗？你有什么好狡辩的？要不是因为你觉得被我姐逼着离婚，心有不甘，所以才想肆意报复，像你这个小人机场，见多了，你就是巴不得我们沈家不好。叶先生这么优秀的人，轮不到你来诋毁。我说的有什么错？他就是一个阴险小人，下三滥中的下三滥，废物中的废物。他跟我姐在一起的这3年，是我姐人生当中最污点的一次。行了，话都已经说到这份上了，沈玉瑶，明日一早我们名正言见。好，求之不得。叶星辰，你就是一坨永远也扶不上墙的烂泥。沈玉瑶，叶先生本来想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但你却不知道珍惜。明天你会知道你失去的到底是什么。希望你别后悔。我永远也不会后悔，我只后悔一点，就是不该听爷爷的话和他结婚。是啊，这民政局都快下班了，这废物怎么还没来呀？该不会反悔了吧？这离婚协议都签了，还怕他跑了不成？你看，我香槟都带来了。我猜啊，这个废物肯定打算要钱。这现场这么多人在呢，玉瑶姐给的钱哪来不会送来？这种死要面子活受罪的事，倒像是他能干出来的。哎，你看这家伙不来了吗？你们都回去吧。不愧是傍上了万宁大人，这大几百万的车说开就开呀！有这闲工夫，不如想想怎么应对野龙集团的财务审查吧。叶星辰，迟早让你栽在我头上。以前吃我们沈家的软饭，现在吃着万宁战神的软饭，你也不觉得害臊？我要是你，都拿块豆腐撞死算了。妈，这话可不能这么说，说不定人家还乐在其中呢。这能成为万宁战神的男主，可是会少奋斗20年呢。我现在想起来都觉得恶心。我看你和万宁认识也不是1、2天了，你这么对我，一点廉耻心都没有吗？也不知道是谁，一成为高高在上的夫子亲传，便迫不及待抛弃3年来陪伴你的丈夫。说这些都没有用，进去吧。还愣着干嘛？还不跟上？姐夫，是时候给这3年荒唐的感情画上句号。恭喜你，解脱了。也同样恭喜你，可以好好去跟你的万宁谈恋爱了。不过可惜的是，那位高高在上的夫子似乎对你一点不感兴趣。我没有那个意思。去吧，好好伺候你的万宁战神。拜拜，不送。啊，怎么这么快都办完了？该不会你在里面偷偷给塞钱了吧？姐，你现在可彻底恢复自由身了，说不定可以跟夫子好好发展发展了。我还不知道夫子对我有没有那个意思。怎么会没有？你忘了是夫子让叶星辰签的离婚协议，而且还净身出户。夫子对你怎么会没有那个意思啊？有什么事吗？夫子，我想你了。沈玉瑶，
才刚离婚就这么迫不及待的。找我有何事？夫子，我来是想告诉你，我和叶星辰已经彻底离婚了，所以从今天开始，我可以和你一起练功。还有别的事吗？夫子，我还要感谢你，逼那个叶星辰签了离婚协议，助我脱离苦海。离婚协议是他自己签的，我没有逼他。不可能，他我还是了解的。你在质疑？不敢。把衣服脱了。夫子，这也太着急了吧？你干什么？不是夫子让我脱衣服的吗？练武难道不穿练功服吗？我在楼下等你。难道夫子那方面有问题？对女人不感兴趣？夫子，我已经准备好了，我们可以开始了。练武讲究基本功，应当从小练起。若你不是荒古圣体，我是断然不会收你为徒的。夫子，什么是荒古圣体啊？荒古圣体是千年一遇的练武奇才，有先天和后天之分。我便是先天荒古圣体，而你便是后天荒古圣体。后天荒古圣体？可是我从小是废脉不能修炼，我怎么成荒古圣体了？培养了华国无数强者的书院，曾有一至宝，名为混元一气丹，乃无数天才地宝炼化而成。若是有人能服下超过1000颗混元一气丹，便可成就荒古圣体。这么简单？简单。混元一气丹在黑市价起拍2个亿，而且有价无市。2个亿？那我肯定不是因为这个原因，谁会花2000个亿在我身上？你口中那个傻子就是我。这3年你服下的混元一气丹，又何止2000亿？难道是叶星辰给我那个黑乎乎的丸子是混元一气丹？不可能，这绝不可能！他这么自私的人，怎么会把这么珍贵的东西给我？一定是我想的多了。哼，随我习武还敢分心？来，接剑，举剑。嘿，高了。你要是怕吃苦，可以不练。夫子，我不怕，来吧。这舞台这么高，你是我见过天赋最好但脑子最笨的学生。今日我便教你一套适合女子修炼的玉女剑法。夫子，你的面具。夫子为何一直戴着面具？是有什么难言之隐吗？我想看看夫子真面目。会有那么一天的，不过不是现在。今日的修炼就到此结束吧。喂，玉瑶，你在哪儿？你快回来呀！你爷爷快不行了。好，夫子，家里面出了点事情，我现在必须要回去一趟。爷爷，你在说什么？您大点声，我听不见。爷爷，爷爷，哎，老爷子，你是不是在那个中州还有那个房产呢？这密码是多少？大点声，我听不见。爷爷，你怎么样？爷爷，你不要吓我呀！医生呢？让人去请徐生医了。你爷爷说什么呢？爷爷在问叶星辰在哪儿？病人在哪儿？哦，周大公子来了。玉小姐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位便是中州镇守周无敌大人的二公子周牧。那这位就是夫子亲传神医沈小姐。就呀。玉小姐，周公子听说你要寻找神医啊，便立刻带着自家的御用神医徐神医赶过来。您就是经常在电视上出现的医道圣手徐回春，徐老，可不就是嘛！看来这女娃子还有点见识。什么了不起？我姐还是夫子的亲传弟子。马儿就得无礼，快给徐神医道歉。爷爷的病还要等他医治呢。我很久没有出手给外人看病了，今天我能来，
看见公子的份上。不过，丑话说前边，是否给沈老爷子看好看不好？你们沈家要给我1个亿的真金。1个亿？你怎么不去抢呢？哎呀，这也太贵了！我前几年还了，不如就算了。先前给夫子的拜师礼已经花光了沈家所有的积蓄了。这不是你们随便？难道让我求着你们看病不成？徐神医，请等等，我们治。姐，他这个老东西坐地起价呢。哎呀，你是夫子亲传的弟子，看能不能求夫子帮忙。沈小姐，你可不能这样。玉瑶姐是有机会成为夫子夫人的，是因为这点小事会使她不快呀。妈，阿斌好像说的有点道理。行了，都别说了。徐神医，这1个亿的诊费确实有点贵，我们沈家实在拿不出这么多钱。这样，徐老，看在我的面子上，好，看在公子的份上，5000万，我给徐老爷子治病。嗨，玉瑶姐，还不快谢我住手！哎，沈小姐，不必先如此。要真的想感谢我，那就晚上带着沈梦小姐一同请我吃个便饭就行。哎呀，就这么定了，只是吃顿饭而已，就吃5000万，真不愧是中州镇守家族，果然大气。那好吧，徐神医，快请吧。蠢货，这家伙摆明是为了坑你们的钱，沈老爷子根本就没有病。叶星辰，你个废物，你怎么来了？你来这干什么？这里不欢迎你。爷爷，您放心，今天就算阎王来了，我也一定把您从鬼门关里拉回来。哎，你还死皮赖脸在这干什么呢？要是耽误了徐神医治病，你担待得起吗你？是啊，你担当得起吗？我说了，沈老爷子根本就没有病，不用治。爷爷都成这个样子了，你居然还说他没病，你到底有没有点良心？爷爷对我们那么好，你就让我们眼睁睁看着爷爷去死吗？你到底有没有良心啊？叶星辰，门在那儿，你自己走吧，不要打扰了徐神医给爷爷治病，否则别怪我对你不客气。小子，你就是沈小姐的那个前夫，沈家的赘婿吧？果然如传言中一样不堪。你是谁？我乃中州镇守周无敌次子周默。小子，识相的话赶紧给我滚，否则别怪我对你不客气。你爹要是知道你这么跟我说话，说不定会把你头扭下来，给我当球踢。叶星辰，你在胡说八道什么呀？周二少专门把徐神医请来给爷爷治病，你不但不感激他，还到处诋毁。老夫行医30年，病人有没有病，我还是看得出来的。沈小姐，在我给病人诊病的时候，不希望别人打扰，还请你把这个无礼的家伙给我赶出去。叶星辰，快出去吧，不要逼我对你动手。小畜生，给我滚出去！没心没肺的东西！你个白眼狼，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想要什么。要爷爷病危前留了一份遗产给叶星辰，还有知道从哪里得到消息，他现在巴不得你爷爷死，好分钱。呸！真是个烂梨扶不上墙的东西。行了，苍蝇已经被赶走了，劳烦徐神医救救我爷爷吧。这是我家传救命13针，每使用一次，我就会大伤元气，收你们5000万，算是便宜你们了。也要在此先谢谢徐神医了。这老家伙演的倒像模像样，看来500万的介绍费是少不了了。爷爷你怎么样了？徐神医，这怎么回事啊？徐神医，这没道理啊！我的救命13针从没失过手啊！许小姐，本来可以救活你，可是让那个废物耽误了最佳治疗时机呀。对，就差那么一点点。都怪这个废物！此事我绝不会善罢甘休的。救命13针，哼，我看叫夺命13针。你又是何人？敢质疑老夫的医术？敢在老夫面前放肆！见过夫子。是小秦师。夫子，中州镇守周无敌次子周默，见过这等件事。夫子，我无缘无故，你为何要对我动手？挡路了。听说你的医术很厉害，我说你医术是垃圾，你不服。
父，你是天下至尊先生，一有双全，小的真的不服。夫子，徐天一的医术是不说你，但他好歹也是医道圣手，说他是垃圾。这里没你说话的份。啊，这就是夫子吗？也太帅太霸气了吧！沈老爷子只是大限将至，至于他原本的绝症，早就被人治好了。被人治好了？谁治的？大限到了，那岂不是说爷爷已经无药可治了？夫子，劳烦您一定要救救爷爷呀！生死有命，富贵在天。就今年的情形，把金罗大仙请来，他也是回天乏术，就是夫子他。你来了，爷爷，您认错了，他不是叶星辰，他是我的老师，他培养了华国无数个强者，他是至圣先师。夫子，原来是我看错了。沈老爷子，我已经用功法为您延寿3年。好啊，简直神乎其技呀！一转生死，阴阳颠倒，真乃神人也。夫子，你让他们都出去吧，我有些话要单独与你说。好了，你们都下去吧。把面具摘下来了吧？在爷爷面前还装，累不累啊？爷爷，您怎么知道我是谁的？谁能花10年修为，为一个行将就木的老头子续命3年呢？叶星辰，你忘了3年前我在外域战场救你的时候，你就戴着这个面具。爷爷的救命之恩，叶星辰没齿难忘。你和玉瑶的事儿我都知道了。玉瑶这丫头，她没这个福分呢。谁能想到当年捡回一个臭小子，竟然是华国的至圣先师！爷爷，您别说了。爷爷，我的命都是您救的，您说这些可就太见外了。你放心，你的身份我不会透露，但爷爷希望你和玉瑶能破镜重圆。玉瑶是个好孩子，她心地不坏的。再说吧，爷爷，感情这个事儿强求不来了。周少，我们这么做，你感觉没问题吗？那沈玉瑶可是夫子徒弟啊！怕什么？沈玉瑶是荒古圣体，是最好的双修弟。我父亲是中州镇守，那好歹也是地方至尊。等于沈玉瑶双修一旦突破后，就算是夫子也要回去。而且我大哥很快就会突破战神境。你们父子3人玩的可真花呀！哎，不过为什么要给沈梦女也下药啊？老子要不是为了帮你解决尹荣集团1000万债务问题，你他妈现在还吃老饭呢。老子玩玩你的妞怎么了？你的妞价值1000万吗？是，周少教训的是。哎，那个沈墨还是个厨啊！别看我跟他处了那么久啊，他一次都没让我碰过。那可太好了。等下老子玩完，你接着上。哎，感谢周少啊！沈梦这么好的白菜，让猪给拱了。来，周少。好。今天虽然是夫子救了爷爷，但是无论如何，还是要感谢周少帮忙。沈小姐，这是哪里的话？这些都是我应该做的。哎，多的不说了，那一切都在酒里。干杯！干杯！干了。怎么哪都能碰见这个家伙，真晦气。来，坐。
见笑了，周周。你先盖好房等我，我先把他带回家关起来。好嘞。夫子，那旁有情况，你这个徒弟不仅实力不行，连智商也低了几点。你去看看什么？我去看看沈玉瑶。站住！哟，看来是你小子想学人家英雄救美啊！你那位前妻都这么嫌弃你了，你还来多管闲事？沈玉瑶可是夫子的亲传弟子，你这么做不怕夫子怪罪吗？怪罪？这里又没有人能看见我。等我解决了你，谁还知道是我干的？解决我，还真是大言不惭。小子，看来你还不知道我的可怕之术。我父亲可是堂堂的中州镇守。我于6岁跟着父亲习武，18岁入宗师，于今年便达到战神之境。父亲的成名绝学雷火掌，我练的是炉火纯青。你现在还觉得我在对你大言不惭吗？即便是你父亲来了，在我眼中也只不过是比你稍微强大一点的蚂蚁罢了。你竟然敢侮辱我父亲，难道你不知道宗师不可辱吗？你放心，我不会让你死得这么痛快。正好小爷我有些特殊的癖好，待会儿我定会让你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。今日我就站在这里，你只管出手，若我动一步，我便自刎当场。你竟然敢看不起我！我现在改变主意了，我就要用我父亲的成名绝学雷火掌，把你打成7分。废周公子，周少，周少，你怎么了，周少？叶星辰，你杀了周公子，这的天要塌了，准备面临中州周无敌大人的怒火吗你？如果周无敌敢找我麻烦，我不介意让中州换一个镇守。这简直无法无天！喂，中州州长吗？周二公子他死了！别走，救救我！如此烈性的春药，中州周家可真是歹毒。若是不给他解决，恐怕他活不过今晚。父子，你要了我吗？以前怎么没看出你是这样的人？啊，就是这里，我亲眼看到叶星辰那个废物带着玉瑶姐到这儿来的。这个窝囊废，你但凡玉瑶有个3长两短，我绝对不会放过他。玉瑶，我要我的女儿！女儿，姐姐，叶星辰，叶星辰，你这猪狗不如的东西！我想你应该是误会了。误会什么？我明明看见你这个废物一人不整的骑在我女儿身上。好你个叶星辰，我姐现在是夫子的徒弟，你竟敢侵犯她！若不是我出手相助，你姐现在已经成为一具尸体了。许冰，你也在场，你告诉我到底发生了什么？就是他在你的酒里下药，想对你图谋不轨呀！他叶星辰，你还要狡辩什么？分明是许冰联合那个周牧对你下药，中州镇守正是突破之际，而你又身为荒古圣体，他们的目的应该是把你当做双修的底炉。你胡说，就是你给他下药，镇守之子为了救你，都被他给杀了。什么？叶星辰杀了中州镇守的次子？你怎么不早说？中州镇守乃华国最强镇守，武力已达巅峰，是华国天花板之一。叶星辰，你吃了雄心豹子胆吗？你怎么敢杀中州镇守的儿子？那我倒要问问你了，若不是他对你图谋不轨，我又怎会杀他？事到如今，你还要狡辩什么？叶星辰，我知道是我逼着你跟我离婚，你心有不甘，想要报复我，
但你不该用这样的方式。赶紧把这个家伙绑起来，送到中州镇守那里去，平息中州镇守的怒火，免得牵连我们沈家。沈梦说的没错，把这个废物给我绑起来，送到中州镇守的家里。没用的，中州镇守真正想得到的人是你，所以他一定会找上沈家的，即便你是夫子亲传。所以他们的意思，也是你的意思。这一巴掌是对你今晚侵犯我的惩罚。看在往日夫妻情分上，你逃吧。中州镇守的怒火，你扛不住。你还是一如既往的自以为是。我不同意，姐。万一你放走了他，镇守大人把怒火撒到我们沈家身上该怎么办？难道你要请夫子出手吗？趁我还没改变主意之前，快走吧。周无敌我会亲自解决，你不用担心会受到我的牵连。你还是这么爱说大话。今天之后，你我再无瓜葛。还不赶紧滚！赶紧滚！夫子，恕我直言，只要沈玉瑶还是您徒弟的一天，您与他的感情便会纠缠不清。夫子，是时候与他做个了断。你的意思是？当局者迷，旁观者清。您是时候与他解除师徒关系了。你有没有想过，有朝一日当沈玉瑶知道他所崇拜的师傅正是他弃如敝履的前夫时，他该如何自处？你说的不无道理。当然，如果您不放心的话，大可以把沈玉瑶交给绝世强龙启心兰或是华国武安君教导。告诉他，从今日起，他沈玉瑶便不是我叶星辰的弟子。还有，把这个。怎么样，夫子还是不肯见我吗？夫子让我通知你，从今往后，你再也不是他的徒弟。怎么会这样？这不可能！夫子，还有，夫子让我把这个给你。叶星辰的戒指怎么会在夫子手中？难道夫子是因为叶星辰的关系，才将我拒之门外的吗？夫子，夫子，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？夫子，我还是处子之身，那晚我和叶星辰真的什么都没有发生啊，夫子。叶星辰，都是因为你，夫子才会将我逐出师门。二公子一路走好。简儿，你放心，杀你的人无论是谁，无论他在哪儿，他就是跑到天涯海角，我要把他抓回来，让他全家给你陪葬。这什么节哀？节什么哀？节哀的应该是别人。从即日起，谁能查到杀害我儿子的凶手，我周家必要重视。愿为镇守大人效劳。我知道是谁杀了你儿子。你知道杀我儿子的是谁？我不仅知道他是谁，我还知道他在哪。在哪儿？他现在就站在你面前。是谁给你这么大的胆子，敢杀中州镇守的儿子？沈玉瑶再怎么说也是我曾经的女人，你们父子二人把她抓去，作为双修的歹徒，你们问过我了吗？也就是沈玉瑶的前夫，那个窝囊废的老公。双修无敌，知道的还不少。我看在你如此狂妄的份上，我不打算马上把你弄死，我要让你看看得罪我中州镇守，得罪我周家，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。付出代价，付出代价。好，有气势我喜欢，今日我就站在这儿，想取我性命，你尽管来。小子，你找死！这小小的无名之辈也配得上我一个华国高手亲自出手？杀你有他们就够了，别给我弄死！想不到时隔多年，我第一次出手，对手竟然是一帮至尊境都不是的喽啰。狂妄！你知道什么是至尊境，竟敢如此大言不惭！儿子，你就看着吧，待会儿让他给你跪地求饶。小子，你等着吧。
我让你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。杀！给少爷报仇！浮生万仞，万仞归一。啊！你竟然有战神修为，算是我低估你了。怪不得如此嚣张。你即便有了战神修为，又能如何？你难道没听说过一句话吗？至尊之下皆蝼蚁。轻轻的把你捏死。小子，我劝你还是早点投降吧。等到大人出手，我怕你连渣都不会剩下。看来你是吃定我了，小子。自我踏入至高境以来，从未有过败绩。死在我手中的战神，没有1万也有8000了。一个小小的战神，怎么能是我的对手呢？那你的实力比起绝世强龙齐心兰，亦或是华国武安君又如何？那2位虽然不是夫子的徒弟，也算是得到夫子的指点，如今更是位列武道至格榜前10的大人物了。这么说，你打不过他们？我虽然不如他们，但是收拾你一个小小的战神足够了。连他们都打不过，那你在我面前装什么？你找死！今日我便让你死在我的成名绝技雷拳之下！一出手就是绝杀，大人真的是怒极了。这小子怕是连渣都不剩了。你的分雷拳还给你。他竟然用大人的成名绝技打败了大人，这怎么可能？究竟是何方神圣？华国怎么会有如此年轻的至尊剑？你就真的想知道我的身份吗？跪下，我就告诉你。就凭你这种垃圾，也配知道我师傅的身份？这位是幽都监狱的大总管，号称绝世强龙的齐心兰，华国的武安君红叶。见过至圣先师夫子。现在你知道我是谁了吗？夫子，该如何处置他？他毕竟是中州镇守，杀的也不太合适，把他囚禁起来，听候发落吧。是，夫子，有句话我不知当不当讲。有皮就放。周家已经带着彩礼去了沈家，据说是去逼婚的。逼婚？大概是因为沈玉瑶是荒古圣体一事。夫子，您忘了，您当年处于微末，还未崛起之时，华国有多少女战神想要抓您去双修，便是因为您是荒古圣体。都怪这个废物！夫子本来就对玉瑶有好感，要不是叶星辰这个畜生玷污了玉瑶的身子，夫子又怎么会把玉瑶给赶出师门？姐，你昨天就不应该让叶星辰那个废物离开的，就应该让他死在周家算了。真是个晦气的东西。我估计啊，那叶星辰那个废物尸体早就凉透了。我听说可是镇守大人亲自出手，即便叶星辰是那个万灵战神的那个男宠又如何？中州镇守那可是5国至尊，除非什么？除非是夫子出手。不过夫子怎么可能为了他徒弟的一个男宠，一个上不得台面的东西，跟中州镇守对抗呢？也好，死了活该。你们与其现在有空关心那个废物的死活，还不如想想该怎么和周家解释呢。毕竟周公子也是和玉瑶姐出来吃饭才出了这档子事儿，而且还是玉瑶姐前夫所杀，难保周家不会误会什么呀。都怪这个畜生！现在玉瑶没了夫子亲传这个身份的庇护，万一周家找上门，我们拿什么来打？周家找上你，周天齐大。周公子，沈玉瑶见过周公子。你就是沈玉瑶，模样长得都不错。令弟的事情我已经听说了，玉瑶在此，深表遗憾。遗憾？沈小姐认为我弟弟的事情，一句轻飘飘的遗憾就能翻过吗？周公子，你弟弟的死不关玉瑶的事啊！都是他那个废物前夫干的，这冤有头债有主，你得找他才是啊！我听人说，你们沈家知道叶星辰是杀我弟弟的凶手，反倒不把他绑来我们周家，反而还把他们放跑了，是吗？是你透露出去的。玉瑶姐，这不关我的事，
那都是叶星辰那个家伙惹的事儿。叶星辰那个家伙，估计现在已经被削成人质，摆在我弟弟的坟墓面前赔罪了。周公子，既然那个十恶不赦的家伙都已经伏法了，那你还来我们沈家干什么呀？我父亲身为中州镇守，我周家天骄惨死，杀一个废物赘婿，又怎能扬我周家之威？哼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我周家没人了。今天我就要拿你们沈家开刀，让整个中州好好看看，我周家还是中州的王。周公子啊，我们沈家是无辜的呀。你们沈家无不无辜，不是你说了算，是我说了算。周公子，你想要刺死我沈家，凭什么？凭我周家是中州的镇守，是中州的王，要怪就怪你那个未婚夫没本事吧。周公子，我跟他们沈家没有任何关系，我可不是他们沈家的人，你可不能杀我呀，周公子！你这个王八蛋，我们下面就要订婚了。周公子如此草菅人命，周镇守不会怪罪你。这就是我爹的意思。你们周家简直无法无天，你们视华国法律为何物？你现在没了夫子亲传，在我面前屁都不是，还敢在这质问？我的女儿的命好苦啊！先是被夫子逐出师门，现在又被周家灭门绝母，我可不能把这个废物忘记走了。妈，现在说这些已经没有用了，已经为时晚了，你快起来。不过，我也不是不能放过你们沈家。周公子，你有什么要求尽管提，只要你肯放过我们，无论你什么条件，我们都可以答应。我的条件很简单，就是沈小姐能成为我的妻子。只要沈玉瑶答应嫁给我弟弟的事情，我可以不追究。怎么，我提的条件很过分吗？不过分，不过分，这对我们沈家真的是天大的恩赐啊！周公子，你真是菩萨心肠，不但不怪罪我们沈家，还要娶玉瑶为妻。玉瑶，赶紧谢过周大公子，以后咱们就是一家人了。快呀！沈小姐，这婚书跟着白灵，我觉得沈玉瑶小姐应该能正确的选择吧。姐，你还犹豫什么呀？难道你真想要叶星辰那个废物，让我们一家的命都陪葬吗？周公子，我答应你。周大公子真是使得好一手恩威并施的手段呢。叶星辰，你竟然没死！你就是杀了我弟弟的人。我很好奇你是怎么从我父亲的手上逃脱的。那你去问问他呀，只不过他现在能不能开口，倒也不一定。叶星辰，你知不知道，你差点害死我们沈家！星辰，你这个废物！妈，以前看在玉瑶的面子叫你一声丈母娘，现在的你在我面前屁也不是。你要是再敢对我不敬，就不是一巴掌的事了。叶星辰，你凭什么打我妈？她是你妈，又不是我妈。你还记不记得我在沈家这3年来挨了她多少巴掌？现在她打我，难道我不能打她吗？你这个长幼不分、尊卑不变的东西！这里没你说话的份。想在我面前玩这套敲山震虎的把戏，他们2个还不够分量。你不会以为这样我就会放过你？你想的未免太天真了。敲山震虎，你也未免太看得起自己了。你在我面前顶多算一只上不了台面的耗子。叶星辰，你怎么敢这么跟周大少说话？你这是在找死！我不知道你是怎么从我父亲的手上逃脱的，算你运气好。不过今天你自己送上门来了，这一次就没那么好运。给我杀了他！我看谁敢对叶先生出手！万宁战士，你怎么来？周大公子有所不知，这个叶星辰可是万宁战神的男宠。男宠？哈哈哈！这么一个大男人，竟然是男宠，这和鸭子有区别吗？叶星辰，我看你是要一辈子待在这个女人身后。万宁战神，此人杀了我弟弟，一个男宠而已，我把他杀了，你应该没什么。
只要你敢动他一下，我敢保证，今天死的人一定会是你。区区一个男宠而已，像他这样的货色，万宁战神想要什么样的，我都能给你找来。即便你是至圣先师夫子的徒弟，但你确定你要为了这么个烂泥扶不上墙的废物，跟我中州镇守的周家作对吗？作对倒是谈不上，我只是看在你们周家在中州驻守多年的份上，给你们周家留下香火。哼，我父亲好歹也是一州镇守，是华国天花板级的人，而你不过是一个小小的战神了。你知道华国天花板有多高？敢说这样的话？华国的天花板有多高，是夫子决定的。你的意思是说，你说的话就代表夫子说的话？你确定夫子会为了这么一个废物跟我周家开战吗？万宁战神，你到底还要保他到什么时候？是他杀人在先，身为一介战神，怎么如此黑白不分？黑白不分的人是你，这个人和周家二公子联合起来给你们姐妹下药。若不是叶先生出手，你妹妹的清白早就毁了，而你会被作为双修的炉鼎，沦为周家人修炼的工具。你觉得我会相信吗？他是你的男宠，你当然帮他说话。行了，即便你说的再多，他也不愿意相信。表姐，你要相信我，我绝对没这么做。一定是这个小肚鸡肠的男人得知你要嫁给周大公子了，所以拉着万宁战神一起来骗你。他就是见不得你好啊！找死！几天前的拜师宴，一定是叶星辰这个废物跟万宁战神吹了这杯风，所以夫子才会毁了你，把你赶出师门。我想，万宁战神应该没少在夫子面前说你的耳根子。看来万宁战神是执意要保这个废物。既然如此，3日之后，我的父亲征州镇守一位至尊警会亲自来给我跟沈玉瑶主持婚礼。届时，我会召集所有中州的武道世家，对这个叶星辰发起征讨。泰山压顶之下，我看到时候你万宁战神怎么保这个废物？哼！周家对你行不轨之事，看在我们多年夫妻的情分上，只要你开口，我可以保证周家没有人能动你。这都什么时候了？你这个窝囊废，怎么还想毁坏我女儿的前程？你拿什么保我？靠你身后这个女人吗？你不会到现在都以为她可以保你吧？你太小看中州镇守了，太小看华国至尊了。甄小姐，是你太小看叶先生。万宁，你不会以为夫子他真的会出手吧？他这么一个眼睛里容不下沙子的人，你为这么一个小人物去求他的话，他会第一时间杀了他。我现在说什么你也不会信了。3日之后你的婚礼我会去，我会当着所有人的面让你看清楚周家的真面目，同时也让你知道至圣先师夫子到底会不会为了我这个小人物出手。你说什么？我爸失踪了，到底怎么回事？大公子，我想镇守大人一定是遇到什么要紧事耽搁。要紧事能有什么事比我的婚礼更重要？周家不愧是中州的镇守家族啊！这中州这一省之地的所有顶级家族都到场了，而且还有中州的4大世家呢。周公子的父亲周无敌镇守可是华国至尊，你呀也太小瞧一位华国至尊的含金量了。据说啊，今天来的不仅是中州的警卫顶级武道世家，还有华国来的武道至尊也会到场。这一切啊，都是看在周镇守的份上。欢迎各位今天来参加我跟沈玉瑶的婚礼。今日过后，沈玉瑶便是本少的妻子。听说这位周公子那方面的嗜好十分变态，摔死的女人不计其数。这位沈玉瑶嫁给他，也不知道能活多久。应该不会吧？沈玉瑶当年画过的至圣先师，荒古圣绝佳的双修遗术，一下子就玩死了。好抱歉。你是在遗憾自己没有得到此等绝世尤物吧？沈玉瑶当年得的是夫子亲传，放眼整个华国，谁敢算计他呀？这也就是夫子将沈玉瑶逐出了师门，要不然周公子你借他10个胆，他也不敢娶沈玉瑶啊！请各位稍等片刻，切莫着急。我父亲一来，婚礼立马开始。不急不急，周家身为中州镇守家族，能邀请我等前来参加周公子的婚礼，对我等来说那是莫大的荣誉啊！我看你们几个刚才似乎聊得很开心，怎么对我周家举办的这场婚礼你有意见？哪里，周公子和沈小姐可以说是郎才女貌，天作之合。我想在座的各位应该都不会反对吧？不会，我反对。
我反对。哎，这个废物竟然一个人，他找死吗他？看来这小子真是对你贼心不死。叶星辰，这不是你该来的地方，你找死未免也太着急些了。叶星辰，你这么纠缠，真的让我觉得恶心。你未免也太高看自己了。我说过了，周天齐之所以娶你，是因为你的荒古圣体，而你的荒古圣体是我给你的，没有我的同意，即便是周家也休想拿走。我根本就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你一而再再而三的破坏我姐，破坏我沈家的前途，不就是因为我姐逼着你离婚，你心有不满，故意报复？不要用你那狭隘的目光来揣测我的想法。叶星辰，你赶紧走吧！你现在杀了中州镇守的儿子，现在不走的话，一会儿中州镇守来了，想走也走不了了。走？他往哪儿走？今天是我的大婚日，整个中州全会旗帜灌溉云集，我今天就要用你的血来纪念我弟弟的在天之灵。对于你弟弟的死，我很是抱歉。抱歉？你觉得抱歉有用？在中州得罪我周家的都没有影响。我话还没说完呢。对于你弟弟的死，我只是觉得抱歉，但是他死有余辜。找死！叶星辰，你是不是疯了？你不仅杀了周家次子，还如此挑战周家的威严。对，他就是沈小姐的前夫，杀死周穆公子的狂徒，竟然把周穆公子的墓碑挖出来了，简直是丧心病狂，垂垂找死！疯了！这废物赘婿简直是要把天给捅破！你这个十恶不赦的狂徒，竟敢冒犯周家的尊严，还不乖乖的跪下领死？要我下跪，你不够资格。李家主不够资格，那么加上我中州马家够不够资格？不够。那再加上我孙家的，也不够。有点意思啊！再加上我中州王家的，还差得远呢。叶星辰，你是不是疯了？你连他们是谁都不知道？他们可是中州四大家族，仅次于镇守家族的存在，掌握中州最顶级的权势。他们随便一句话就可以断了你的生路。现在你觉得他们还不够资格吗？那又如何？别说他们了，就算是整个中州武道世家都在这里，也不够资格。你背靠万宁战士，你不把他们几个放在眼里，没意见。那如果再加上我中州镇守的周家，你是不是脑子有问题？你们周家的周二公子，我说杀就杀了，你怎么还不明白？你们周家在我眼中根本不值一提。看来有些事情你还是不知道。我已经以我父亲向着有绝世强龙之称的齐星兰齐大人，还有华国武安君吴叶大两位齐国至尊发出了婚礼请柬，而且他们已经答应了。不愧是中州镇守家族，连这两位华国顶级至尊，天花板中的天花板都能邀请过来。据说这两位虽然不是那位至圣先师夫子的徒弟，但是年轻时都曾得到夫子的指点。现在这两人可以说是随便一位都可在一省之地横行。我看你听到这个消息也不下班。我想有些事情你也不知道。什么事情？你们口中那两位堂堂的华国至尊，也是经过我的授意来参加这场婚礼的。你算什么东西？就连我父亲也万万不敢号称两位至尊，凭你也配？叶星辰，你真的是无可救药，如此口无遮拦。今日得罪中州所有的武道世家也就罢了，还对两位至尊出言不逊，你现在就算有10万条命也都不够的。周子，还和他废什么话？敢与周家为敌，就是与整个中州为敌。先断腿，我倒要看看，放眼整个中州180万平方公里，敢与我周家作对的鬼到底有多硬？来人，给我把他腿卸了！不能！你帮不知死活的东西，敢与叶先生为敌，你的命够硬吗？万年战神，事情都已经到了这一点，还要跟你这个男宠生？我想不是你该关心的事情，你现在要做的就是向叶先生道歉，为你为他道歉，为你整个周家求饶。我没听错吧？你那个意思是说，如果我不跟他道歉的话，他就要带人灭了我周家，是吗？没错。哈哈哈！且不说我不起贵为一州镇守，乌鸦种中宠，就凭我周家盘踞在中州100年积攒的底蕴与人脉，都能压死他。除非还有什么不可一世的事，不然拿什么灭我周家？凭他这张嘴吗？还真是个不知死活的东西！他妈的，竟然敢打我！打你怎么了？不过你后半段说的也没错，灭你们周家确实也是动动嘴的事情。通知下去，把周无敌那个废物绑上来。
我没听错，你要把我父亲绑来？你以为你是谁呀？能绑来一位华国至尊是吗？女儿啊，再让他们这么闹下去，你这婚礼指不定还要出什么幺蛾子。叶星辰，你闹够了没有？天底下能走的路那么多，偏偏要选择一条必死的路。如果当初你听我的话，逃出中州，远走高飞有多好？我今日来是救你的命，若是我不来，日后死的是你。够了，叶星辰，你不要再说这些鬼话了。我女儿没跟你离婚前你就拖累她，离了婚你还来害她，我女儿上辈子到底是造了什么孽呀？叶星辰，你一天到晚的说这些危言耸听的话有意思吗？你不会还幻想着等搅黄了我姐和周公子的婚礼之后，你还能和我姐再续前缘呢吧？我告诉你，不可能！就算我姐答应，我沈家绝对不可能答应。趁镇守大人还没有到，有万宁护着你，你赶紧走吧。等镇守大人来了，想走也走不了了。沈玉瑶，你根本就不知道我叶星辰，你的前夫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存在。至于我的命，我就坐在这儿，你们谁想拿就尽管来。真是好大的口气啊！还真是玩的好一手喧宾夺主。你现在在上面跳的越火，一会儿就死得越惨。小子，你给我滚下来！那个位置是周公子留给他父亲的，是宴会的首座。这把座椅可是象征着宗州的一州之地，108世权力巅峰，非至尊者，非武压一切者，非万人之上者，不可坐。你说的没错，我确实不是武压一州者，也不是万人之上。你既然知道自己几斤几两，还不赶紧给我滚下来！哎，我话还没说完呢。这把椅子的高度对我来说确实矮了些，因为我是武压一国者，万人之上。你以为你能武压全场吗？你说的不错，今日之宴，纵观全场，我目光所及之处，皆是蝼蚁，真是无法无天。来人，把他给我拿下！哎，别急嘛，现在如果杀了他，父亲会很不高兴。叶星辰，你要不撒泡尿好好招惹自己，现在这生怕露怯又大放厥词的样子，为了今晚这出戏，恐怕没什么排练了。既然如此，那就让大伙好好瞧瞧，你这个猴戏到底要装到什么时候？万宁战神，你说夫子要是知道了在这位南城如此嚣张跋扈，他会怎么处置？我还真不知道你到底看上了他什么。他现在敢与我中州群雄作对，与我周家作对，他就是一个被沈家抛弃扫地出门的弃婿，无论是学识、身份、地位都不如。我说他是一条狗，那都是在抬举他。放肆！他的身份轮不到你来报记。哼，他什么身份我还不知道。他就是在沈家当了3年的小白领，被沈家扫地出门的废物，没了容身之所，所以才找到了万宁战神，继而成了你万宁战神的男宠。万宁战神，你说我说的对吗？让他继续说。还有知道我弟弟为什么会死在这个人手中吗？就是因为我的未婚妻知道他是一坨扶不上墙的烂泥，想要一纸休书休了他。然而这个废物怀恨在心，给我妻子下药，想要奸迷我的未婚妻，然后被我弟弟撞见，他居然将我弟弟残忍杀害。哼，好一个颠倒黑白啊！诸位要是不信的话，我就让我的未婚妻亲口告诉大家，这件事情是不是真的。你可想好了再说，想想你的妈妈，你的妹妹。周大少说的都是真的。沈玉瑶，你果然不出所料，又一次让我失望了。如今这人又见不到沈玉瑶嫁入我周家豪门，所以现在不惜丢掉一切性命，也要阻止我跟沈玉瑶的婚姻。周天启，你的异想天开的本事，比你颠倒黑白的能力更胜3分呢。够了，叶星辰，你还有没有点男人的责任和担当？不光杀人不说，还再次大放厥词。闭上！你有什么资格在这儿指责叶星辰？你就只知道躲在这个女人身后是吗？叶星辰，念在我们夫妻一场的份上，等周镇守来了，我可以作为周家儿媳妇，求他们保你一个全尸，这也是我最后能为你做的。保我一条全尸，我看倒不必了。确实是没这个必要，即便是玉瑶求情，我周家也不会轻易的放过你，因为你捅破了中州的天。女儿啊，你没必要为了一个白眼狼而求情，他就是一个养不熟的狗，他分明就是见不得你好，铁了心要害你，以至于他连自己的命都不要了。你看这小子脸都白了，手脚也不协调了，怎么的？
你演不下去了吧？我要是你呀，我都不用周家动手，我自己找块豆腐，我就撞死得了。原本我周家根本不屑于对这样一个小人物出手，只要我周家一句话，中州有大把的豪门权贵想要置他于死地，可他却一而再再而三的挑战我周家底线，更是把我弟弟的墓碑带到了现场。现在更是坐上了我为我父亲为华国至尊准备的宝座上。对于你这样一位行迹恶劣、心思歹毒的中州败类，我周家说什么也不会让你轻而易举的死去。没错，我建议将此人削去4足，置为人质，摆在周家的门口，供人观赏。那我们就一人一刀，将其凌迟，以儆效尤。凌迟处死！凌迟处死！凌迟！留给你们的时间不多了，还有3分钟。3分钟是留给你的时间不多。此子乃中州败类，所作所为人神共愤。我周家决定代天行刑，将其凌迟。我想我这么做，我的父亲一定会很满意。100多年来，还没有谁敢如此触怒周家。周大少爷，凌迟第一刀，就让我中州王家来；这第2刀，由我钟家孙家来。李家主，你就别和我抢了。这第3刀，就由我中州马家来。好，这第4刀就由我李家代劳好了。我中州4大家族愿与周家携手，将其凌迟。还好，小子，今日之后，你这不知死活的名声就会在中州传开。不过呢，由我4大家族对你一刀刀凌迟，也算是一种至高无上的荣耀。你的祖坟可是要冒青烟了！你非要找死，这下玩欢脱了吧？你当初就应该乖乖听我姐姐的话，夹起尾巴逃出中州，这样呢也不会落得今天这个下场，是吗？他呀，就是因为嫉妒而扭曲了内心，若不是非要来破坏玉瑶姐和周大公子闺蜜，也不至于招来杀身之祸。女儿啊，还好你早早跟他离了婚，不然我们沈家还不知道被他连累成什么样。叶星辰，都到这个时候了，你还演得下去？你不会觉得如坐针毡吗？还有1分钟，哈哈，你还真是不见棺材不掉泪。现在我就告诉你，什么叫做绝望。这凌迟叶星辰的第1刀，你来。表姐，你快上啊！你不是对他恨之入骨，你上啊你！华国至尊强龙齐星峰武道，参见2位至尊，参见2位至尊，拜见至尊。抱起来吧。周氏一族长子见过2位至尊。你们刚刚在做什么？启禀至尊，刚刚婚礼上出现了一个小插曲。插曲？至尊有所不知，刚刚周公子的婚礼上混进了一只装疯卖傻的猴子。猴子？一个跳梁小丑罢了，你无需理会，我们会处理好的。 2位至尊，请放心，我们现在就让人把它处理掉。你们可真是好大的威风啊！2位至尊，我父亲说跟您一起来，我父亲人呢？你父亲周无敌若是来了，想必今天的事情也不会发展到这个局面。我现在……您说的对，如果是我父亲来了，一定不会让台上这个苍蝇蹦跶的这么久，以至于打扰2位至尊的雅兴。你说台上那位是苍蝇？不错。 一个在沈家吃了3年软饭，最后被我未婚妻扫地出门的废物赘婿。然而这个废物怀恨在心，给我妻子下药，想要奸迷我的未婚妻，然后被我弟弟撞见，他居然将我弟弟残忍杀害，又在我的新婚之日大放厥词，一度不把中州群雄放在眼里，以至于大家群雄激愤，想要将他临时处死。 启禀2位至尊，他还对您2位不敬，我等好言相劝，他却更变本加厉，肆无忌惮，说您2位是他招之即来，挥之则去的下属。这个人简直是罄竹难书，不可饶恕。不错，甚至是连他曾经的结发夫妻都看不下去，都要刮下这凌迟的第1刀。此等不知死活的东西，单是对2位至尊不敬这一槽，就够他死1万次的。让整个中州的名流轮流对他处刑，大家祖坟 已经冒青烟了。没想到2位至尊在这个时候到场，胆大包天，岂止是胆大包天，
要我说，简直是不知死活！二位至尊请勿动怒，请一步抽听。晚辈这就和中州各位诸雄处理了这家伙，用不了多长时间。处理？周家好大的胆子！齐至尊，你为何要打我呀？齐青兰、红叶，叶星辰，你疯了！竟敢直呼至尊名讳！齐青兰，他们说这椅子非至尊者，非五压一国者，非万人之上者做不得，是这样吗？这椅子不过是一把普通的不过再普通的椅子罢了。他周无敌是一州镇守，乃华国至尊，威压一州，当真是好大的权势啊！夫子开创至尊之境时便说过，至尊只不过是武力高强一点的普通人罢了。既然这椅子只是一把普通的椅子，那你说我做不做得？夫子乃至圣仙师，武压华国，位于万万人之上，当然做得。这是什么意思啊？他是夫子，沈玉瑶，我早就跟你说过，你失去叶先生时，你失去的就是这个世上最优秀的男人。老爷，我怎么瞎了眼，把一个真龙天玉给击坠走了？我好糊涂啊！夫子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都得了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周天齐，当沈玉瑶还是我亲传弟子的时候，你们父子二人为寻求突破，把他掳走，作为双修的炉鼎，感动我的亲传弟子，你们当真是找死！这不关我的事，这都是他周家。只要我父亲不出事，我周家就还有东山再起的机会。周公子，你是在等你的父亲吗？把周无敌给我带上来。忘了告诉你，你的父亲在你弟弟葬礼的那天就已经伏法了。凡今日不敬夫子者，记下学宫夫子门徒72位至尊至强，会一一与之算清。为什么你不早点告诉我你就是夫子？我告诉你，是沈家联合外人陷害你，你信了吗？我告诉你，你的荒古圣体是我培养的，你又信了吗？我告诉你，是周家利用你，我是为了救你才杀的他，你又信了吗？不告诉你，是因为我曾经想要的是不掺杂任何杂质的感情。沈玉瑶，你曾经想要的我都给你，我并不觉得我欠你什么。不要，我求求你，我们和好好不好？不要走。我在你眼中只不过是窝囊废而已。若是我没有透露身份，你还会和我和好吗？